死无中，竟蕴含一丝古神血液。哥哥，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一体殊不是，怎么会如此？婉儿，如果是你，该如何选择？你骗我！王林望着朱雀星旁边的月星，那里便是他当年从仙界回来传送出错进入的地方。他一路直奔当初那个古传送阵的山脉。王林盘膝坐下，本尊离开身体，整个人立刻融入地底。这里只有朱雀星1/10左右，以本尊3星古神的身体直接进入了星球的最中心点。找好落脚点，王林就开始清点战利品。他拿出从巨魔族得到的斧子，神石刚碰到斧头，一股大力传出，将王林的神石猛地弹开。王林双手掐诀，元神猛地张开大口，将斧头吞下。他并不打算现在就逼出斧头中的虎魂，而是准备以魂幡压制，元神祭炼。他倒要看看这虎魂能坚持多久。巨魔老祖的储物袋中好东西不少，其中有2样物品吸引了王林的注意。王林拿着一个蕴含了古神血液的玉瓶，他的本尊虽然修炼了古神诀，但并没有传承力量，一些神通之术都无法施展。这些血液无论是让本尊吸收，还是以此施展神通，都是不可多得之物。另一样则是一个看起来平淡无奇的法轮。他之所以注意此物，是因为此前徐立国说其中封印了一个魂魄，他对着王林千求万求，让他将那魂魄放出。王林拿出仙剑，许立国怪叫一声，双眼露出强烈的渴望。主子，就是这个法轮，里面有个魂魄，你快把它放出来啊！王林打出一道灵光，落在法轮之上，法轮上突然出现一个细小的古怪符号，将灵光化解。此时许立国已经不耐烦到了极点，他二话不说扑向法轮，只见青芒一闪，许立国被生生弹开。王林右手虚空一点，将许立国禁锢在半空。你干什么？放我出去！我要去把他放出来！王林冷冷地扫了许立国一眼，许立国眼中露出一丝清明。主子，这不能怪我，我一看到那法轮，就好像控制不住自己。在王林的暴力破坏下，法轮瞬间破碎，一道红芒冲出，同时一阵银铃般充满魔力的笑声传来。王林心生警惕，这女子出现时，他的心神都不由得一震。所幸他修炼了锁神术，心神与尊魂幡相通，很快就恢复了。妖孽之法也敢在我面前施展！许立国被王林的声音吓得立刻清醒，他连忙掉头躲回王林身边。女子的声音带着奇异之力，让王林的心神再次一震。就在他准备抓向王林额头时，王林手持魂幡，李元峰这个阴变主魂瞬间出现，但这女子的魅惑之术太过强大，身为魂魄的李元峰也被他诱惑，转头一脸狰狞地冲向王林。王林不想再纠缠，他直接一把抓住女子的魂魄，仔细打量。原来这女子的魂魄中蕴含了一丝极强的意境，可以迷惑世间万物。在王林大魔头的威胁下，女子连忙将自己的来历吐了个干净。她名叫魅姬，自有意识以来，所遇之人皆被她迷惑。至于意境，是她苏醒之时体内自带的。王林猜测，魅姬可能是某个高人的元神分裂后生成的一丝残魂。他将魅姬封印后收入魂幡。许立国自知自己做错了事，连忙钻入魂剑，不敢出来。王林一拍储物袋，仙玉宝塔飞出，小白耷拉着脑袋跟在周如后面出来。他和周如在塔里吃了几个月的果子，一人一虎都瘦了一圈。王林摸了摸鼻子，他是真的忘了周如还要吃饭这件事。在王林诚恳认错后，周如终于喜笑颜开。他告诉王林，最近总是会梦到一个大姐姐和他在一起。他望向王林的眼中露出一丝害怕。叔叔，小如儿是个怪物。在1年前，他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里有个小人，他能感觉到那个小人就是梦里的姐姐。王林全身一震，整个人好似被电击一般。婉儿的元婴被他放入那个孕妇的体内，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夺舍。按道理来说，李木婉便是周如，周如便是李木婉，两者不该出现排斥。难道当初那个婴儿已经产生了魂魄不成？
果真如此的话，婉儿将会在未来慢慢吞噬掉周如的魂魄，并在苏醒的瞬间完全取代周如，成为这具身体的主人。王林安慰周如，让她不要害怕，把身体里的小人当成是她姐姐就好。周如年纪虽小，但内心很敏感，她安慰一脸难过的王林，说自己相信他，以后都不说这些了。其实13岁的周如已经明白了很多事，她知道王林看向自己时看的并不是自己，而是他身体里的小人。她也知道王林当初带走她是为了他身体里的漂亮姐姐。王林这些年对周如只有好似父亲看孩子一般的感情，他心中唯一在意的只有婉儿一人，但为了他的一己私欲就要牺牲掉周如，这让他也有些挣扎。他想了整整2年，也没有想出在救活婉儿的情况下该如何保住周如的命。这2年，周如梦见婉儿的次数越来越多。他知道婉儿苏醒那天自己最终的归宿。这天，失踪了几个月的小白叼着一颗果子回来了。小白谨慎地看了看四周，确定王林不在后，他让周如将那果子吃了。周如轻声问小白，这是什么果子？王林突然出现，他看了一眼小白，这是碎因果。周如服下的话，他身体内的婉儿虽不致死，却会极为虚弱。周如扔掉果子，他让王林不要伤害小白。看着王林转身的背影，周如大声喊道，叔叔，你放心，小如儿知道该怎么做，我会让你和婉儿姐姐团聚的。又是2年春秋过去，仙夷族出现了一个问鼎之上的老祖，他舍弃生命，代替仙夷术，被5剑封印，只求仙夷族重现大地。在他死后，无数仙夷族人的呐喊传遍大地。朱雀子遥望着仙夷之地，拿出一块令牌，他以第14代朱雀子之命，号令朱雀国所有修真国展开和仙夷族的第2次战争。朱雀星这场浩劫和王林没有任何关系，他正在月星上一心准备第2次对抗天道，好让婉儿的原因成功临世。这2年中，周如越来越沉默，他的生机也在慢慢消失。当他生机全消时，就是婉儿完全吞噬他魂魄之时。只是婉儿原因生长的速度在最近1年慢了下来。王林知道这是因为婉儿恢复了一些神智，他不愿意牺牲一个孩子，从而让自己苏醒。这是婉儿的选择，但却不是王林的抉择。王林向婉儿承诺，他一定会处理得很好。等他苏醒后，他们2人在一起将周如送回他父母身边。他要的是婉儿的原因，不是这孩子的身体。实际上，王林根本无法做到同时保全2人，他只能向婉儿撒谎，等待他复活的那一天。至于周如，他死后，王林会让周家富贵10代，权倾楚国。在王林等待天道来临的日子中，朱雀国战火滔天，仙夷族中出现了4个相当于问鼎修士的强者，他们与朱雀国展开了拉锯战。与此同时，一个个修真国的头领以及宗派的始祖纷纷背叛朱雀国。在很多次关键性的战斗中，朱雀国因为他们的背叛节节败退。据说早在无数年前，仙夷族便拥有了一个秘术，他们以牺牲大量族人为代价，将仙夷人转化为修士。这些年，他们一共转化了9个族人，进入了不同的修真门派，这才是仙夷族此次临世最强的杀招。2年的时间一晃而过，在等待天道来临的最后1个月中，周如长睡不醒。这1个月中，婉儿的元婴已经开始了吞噬。这天，月星上的天空突然涌现阵阵灰云，云层中露出一道熟悉的目光。19年前的天道轮回使者又一次降临，天道使者的目光落在周如身上，巨大的手臂探出，抓向周如。王林身子一跃而起，生死轮回轴出现，天道使者的巨大手臂和浓郁的灰气相撞，手臂被弹开后，本尊一冲而起，将手臂直接击溃。这一次，你依然还是拿不走李木婉之魂。突然，云层中伸出2条带着红色闪电的手臂，他们分别抓向王林和本尊。本尊低吼一声，化作10丈多高的巨人，他眉心处的3个心点疯狂转动，巨大的手臂被本尊震退，但却没有消散。王林这边则以生死轮回轴生生将抓向他的手臂逼退。天道使者收回手臂，将云层一撕为2，露出一张巨大的脸。他张开大口，一个巨大的轮盘出现，以王林为中心，方圆数万里内都迅速皲裂。王林心神一动，立刻和本尊融合在一起。天道使者伸出手臂，在轮盘上一拨，
天地之间的轮回之力从四面八方凝聚，全部降临在亡灵身上。轮回之力好似形成了一个天牢，将亡灵死死困住。巨大的手臂再次伸向周如，亡灵在心中疯狂地呐喊着不。当他眼睁睁地看着天道使者的手臂即将落在周如身上时，亡灵彻底疯狂了。他的身体无法移动，但元神却可以。元神虽说不能离开身体，但他的意境却在。天空上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古神虚影，古神将生死轮回画轴一把展开，一道浓郁的灰气融入到亡灵身后的古神虚影中。古神虚影一震，他的身上突然好似有了一丝天道使者般的气息。虚影大手一伸，抓着天道使者的手臂狠狠一拽，隐藏在虚无中的天道使者居然就这么被虚影生生拽出。亡灵双目如电，他在看清了天道使者后一怔，天道使者的身子与古神虚影一般，而令他震惊的则是他眉心处闪动的7个星点。只不过那7个星点中有3个好似被封印一般十分暗淡。亡灵的心中升起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，天道轮回本是无形的天道法则，怎么会有使者存在？而且这使者居然还是一个古神。这一切都颠覆了亡灵的想象。天道究竟是什么？天道使者望着古神虚影，眼中露出一丝迷茫。他张开嘴想要说些什么，但最终也只是朝着虚影挥动手臂。意境所化的古神被天道使者一拳击退数步，亡灵的嘴角流下一丝鲜血，元神几乎快要崩溃，但他此刻绝不能退。古神虚影向前一冲，一拳又一拳的和天道使者轰击在一起。亡灵嘴角的鲜血越来越多，突然他身体外禁锢的轮回之力有了松懈，亡灵彻底挣脱开后，一拳轰击在天道使者身上。死！天道使者在亡灵和古神虚影的攻击下节节败退。你不是无足。天道使者第一次开口说话。古往今来，没有哪一个古神可以拥有内修，更别说亡灵还拥有意境。无论是与不是，若你想收取婉儿原因，我绝不同意。亡灵以古神之语回应后，再次一拳轰出。此时周如身上的白芒越来越浓。亡灵，你骗我！亡灵猛地回头，看见了让他悲愤欲绝的画面。